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我兴高采烈地将雷达制作了出来，车顶上弹出了一个小型的雷达天线，随后球形屏幕上多出一个显示器，一道雷达波正在不断地扫描着周围的情况。我看着雷达，忽然想起了阿尔法金属的事情。对了，以后要是开出了什么特殊的金属锭的话，记得拿给我看一下，我需要大量的阿尔法金属。听到我的话，001飞快地走进了仓库里，不一会举着一个金属锭从仓库里走了出来，举到了我面前。恭喜你发现了阿尔法金属锭1个。你真弄到了？从哪里？001在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字：仓库里的车辆里拆解而来，总共获得460单位。居然有这么多！我将羊皮纸拿了出来，点选了制作，一道白光闪过，羊皮纸消失，装甲车内部多出了一层内饰。我摸了摸，十分光滑，还有点软软的，有点像是塑料，还有点玻璃钢的感觉。阿伟则傻愣愣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科幻，一点都不真实。不，这已经不是科幻了，就像是游戏一样。点选了一下按钮，就一键组装完成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指挥官，实验室外检测到大量人员和车辆在靠近，请问是否进行侦查？来人啊！只见在雷达屏幕上，前面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红点，这些红点还在不断的移动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这是多少？初步判断车辆70辆，人员182人。这么多，把无人机放出去看看情况。我说着将一架手抛式无人机投放了出去，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。此时实验室正门之外已经聚集了70辆汽车，上百人站在外面熙熙攘攘的。不过这些人泾渭分明地分成了2队，一队人扛着 A215 或雷明盾，身上纹着水牛的纹身，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全都是水牛帮的成员。另一队则是五花八门，衣着各种各样，有皮衣，有迷彩服，有长袍，甚至还有板甲，武器更是种类繁杂，从霰弹枪到机枪一应俱全，甚至能看到一个穿着外骨骼的玩家扛着一门无后坐力炮当做主武器。与上一队人不同的是，这些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带上了一些防护措施，比较好的有专业的防毒面具，有的甚至直接背上了氧气瓶，最差的也有口罩防护。不用说，后面这群人都是得到了游戏系统提示的玩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掠夺者从后面缓缓地开了过来，一个穿着专业防护服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，对着水牛帮为首的人说道：你就是克里斯帮主吧？我是这次前来对接的芭芭拉，奉命来接收装备的，请你的人帮忙行个方便。抱歉，这里是我们水牛帮的地盘，想要拿走物资，必须分给我们水牛帮1份。这是联合制药的产业，我们和联合制药有协约，这里的一切全都原封不动的转交给我们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你们有什么权利插手？和联合制药的协约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我管不到。但是现在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们的1份，不把我们应得的那1份给我们，你们休想踏入其中一步。伴随着克里斯的话语，他身后的那些水牛帮的帮众们纷纷举起了手中的雷明盾和 A215， 芭芭拉身后的玩家们也都举起了各自的武器。一时间，双方剑拔弩张，眼看一场火拼就要发生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然而场中的双方也都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在这种场合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双方僵持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芭芭拉最先退了一步，同意克里斯分润一部分，而克里斯也就坡下驴，将之前的1/3份额降低到了1/4。老大，就这么降低份额，兄弟们怕是会不满啊！要我说，直接把他们都干掉，大门一砸，那里面的东西还不都是咱们的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联合制药的实验室，谁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鬼东西？先让他们帮咱们把雷烫掉，等见到了物资，咱们再下手把他们都干掉，这才是上策。你通知下去，让下面的兄弟都警醒点，时刻准备动手。明白了。芭芭拉那边也有玩家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芭芭拉，咱们可是联盟，之前已经谈好了各个车队的份额，你直接将1/4的利益分了出去，要从谁的蛋糕里切？这是你自己同意的，要让利，你们从自己的份额里切，别指望我们替你分担。呵呵，你们见识太短了，我刚才的那些话只是为了稳住他们，谁说真的要执行了？等待会看到物资的时候，那些土包子还不得傻了眼，直接往物资堆上扑。那个时候我们直接在后面打黑枪不就可以了？到时候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，何乐而不为？双方都暗地里做好了布置，准备对对方动手。同时芭芭拉则来到电子门前，拿出一张卡准备开门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坐不住了。要是这2支队伍进入到实验室里，看到物资消失了，还不得全程搜捕？虽然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跑，但是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幺蛾子。现在最简单的办法
就是趁着这些人没什么准备，将对方干掉。打定了主意，我立刻打开了武装直升机的平台，将车里的武装直升机释放了出来，同时利用飞机召唤器也召唤出了一架武装直升机，而我自己的各种武器系统也全部打开，对准了外面的车辆。什么声音？在门外准备开门的芭芭拉听到一阵巨大的引擎声，感觉有些不对，慌忙抬头，她愕然发现在实验室里燃升起了2架武装直升机，那2架直升机的挂架上挂满了阿达兹导弹和地狱火导弹，密密麻麻的，看起来异常的狰狞恐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联合制药没说这里会有人值守啊？这直升机是从哪里来的？就在芭芭拉疑惑之际，那2架武装直升机就开火了，一枚枚导弹呼啸着扑向了那些车辆，这些车辆停在原地，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会有武装直升机袭击，完全没有一点准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被一颗颗导弹点名，当即一团团橘红色的火球升起。此时我的导弹也越过高墙砸了过来，将那些车子砸了个稀巴烂。导弹射完之后，我没有召回直升机，而是命令他们用自带的加特林机枪对着人群扫射。在2架武装直升机的密集扫射之下，门外的那些人像是麦子一样被成片的割倒，有人还想举枪反抗，可是还没等他瞄准好，就已经被加特林机枪扫成了筛子。2架武装直升机将子弹打光后，整个场地已经几乎没有活人了。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准备补枪，我直接将2枚重型航空炸弹扔了过去，设定好了延时起爆，随后召唤回了直升机，向着后门飞也似的跑了。我刚一出后门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一团蘑菇云升了起来。我的区域频道上再次弹出了2条讣告。好家伙，还真有漏网之鱼。对了，你家在哪里？我直接给你送回去吧。哦，好，走这边。